因为越简单的一个调酒，它的缺点会更被放大。今天来到了另外一间 cocktail bar， 它整体的风格我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，相对非常现代。因为它这边的话，基本上来讲你看不到任何的酒瓶，所以呢，变成说它的所有的材料吧，这边全部都会是它所有 premix 好的，或者是它全部摆出来，所以它这边就变得非常的简约。来试试看，然后这边的话呢，它是走 Negroni 的一个调性，因为它 Negroni 它就是做成另外一个 twist 的一个版本出来，这样子，所以我们来喝喝看它的 twist 版本它会是怎样的一个风格。口感还蛮好的，我会说它口感蛮好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整体的丰富度跟它的 body 的部分的话，其实算是蛮不错的。这样子，然后还有苦味也还 OK， 然后整体的一个平衡度吧，我觉得稍微偏甜了一点点，但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，其实还可以接受的一个状况。但我觉得它的风味可以再做得更连贯一点点，就是它的风味上面表述没有那么的好，差了一点点。风味再打开一点的话，可能会更好一点，因为它全部都是做 premix 的。但 premix 的话，要是你没有做好的话，或者说它的溶水要没有做好的话呢，它就很容易它的风味会卡在一起，它没有办法去打开。所以一开始的话，其实你会就是很难喝得出来它的一个风格跟调性这样子。那我们等一下还会再喝喝看下一杯就是更 strong 一点的这样子，然后来试试看的话，就可以大概知道它的风格可能会是什么样子。然后我现在点的另外一杯就是经典的调酒，就是 White Lady。我第一次见到有人就是拿秤，然后来就是量他们的一个基酒的部分，蛮新鲜的，前所未见。因为他们喝经典的调酒其实看到很多，所以我就单纯就好奇，所以就想要来试试看他们的经典会是什么样子哦。因为全部都是太现代的东西。那现代的东西的话呢，就是你只要全部准备好了之后，你就没什么太大问题。但如果说以一杯经典调酒来讲的话，就可以喝得出来，就是他们怎么去诠释这个东西了。因为它有加了一点点蛋白，所以会有一点点起泡的一个效果。让我自己喝喝看吧，先喝再说。这杯的话稍微有一点点水调，一点点，没有那么明显。你要是没有很仔细喝的话，其实一般来讲你是喝不太出来的。但是它真的是带有一点点水调的。技巧方面吧，我觉得还是欠一点火候。这样的话，这也可以理解它前面做的就是所谓的 premix 好的这个调酒的一个风味上的一个呈现。然后他重新再调了一次给我，因为我直接告诉他，就是我并没有非常喜欢那一杯的原因，是因为他加了蛋白在里面。但对于我来说 ，White Lady 这杯酒不应该加蛋白。然后我也可以跟他讲，就是我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但就是我没有那么喜欢。然后他这次他用的shaker 也不太一样，这个是用3节式的，它的2个的充气量其实是不太一样的，所以照理来讲，这杯如果说调得好的话呢，会更 delicate 一点点。另外一杯 White Lady 喝喝看，这杯就没有水调的问题，它的基本功还有更多可以磨练的一个空间，因为它的色感还是存在的。因为越简单的一个调酒，它会存在很大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它的缺点会更被放大。然后是去看你如何去解读这杯调酒。这2杯调酒它基本上它都是同样的一杯调酒，都是一样是 White Lady， 但它只是差在它有没有加蛋白。然后它刚刚在前面做第一杯的时候呢，它有加上一个东西，就是 dry shake 这个步骤。dry shake 的这个步骤呢，通常是为了要起泡，所以它们会产生上面的一个泡沫，更加绵密感，所以你喝起来口感会不一样。所以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那样做，我就觉得他这样做也没什么不好，因为每个人诠释不太一样。但是它整体的一个呈现的一个风格吧，我觉得还需要再加强。最主要是因为色味的问题，因为我觉得它色味很明显，要么就是它柠檬汁的问题，不然的话就是它对于甜度上面一个调整。我刚刚跟店主聊了一下，因为越南国庆节，然后他们在做演练跟排演，然后封路的关系，变成就是我们都回不了家。然后店主呢，他是被4方围城，他就是在中央的一个地方，所以他根本出不去，他就是一个护城河。然后我们昨天是在护城河外面，问题是我们住在护城河里面。后来他在店里面睡了一晚，但我们很幸运的就是想办法拜托警察。然后我们到了凌晨4点才回家。然后因为这个缘分，然后我跟他聊了一下之后呢，我问他就是他最喜欢的一个调酒是什么，他跟我说是 Martini。然后我跟他讲说 OK， 我说我本来要点的另外一个是 Vesper， 然后他说他从来没有试过这杯酒。然后我说那没有关系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，就是你的 Martini 会是什么样子。
好，终于来了。这杯来讲的话，我觉得它调的算蛮不错的。整体来讲的话，它没有太多的负担，很低的酒精感。然后就是到后来的话，它尾韵的话，它其实是消失的。今天最满意的话就是这杯。大家不要觉得我很严苛，但就是我觉得店主上面来讲的话，他们更愿意听到像是我这一类人的一个反馈吧。因为我已经喝了世界上面很多50个国家，然后很多不同的调酒吧调酒，包含世界50大，然后各个国家他们当个城市最知名的调酒吧，基本上来讲我都试过了。他们更愿意听到像我这样子的一个反馈吧。这间酒吧来讲的话呢，我觉得对于90%以上的消费者来讲的话，我觉得都算是很不错的了。除了对于可能少数的一些像我这样子喝酒的人的话，可能会希望还有更好的一个表现，但我也没有在挑战他，我只是因为他们会更希望可能遇到像我们这样子的客人，因为我会直接告诉他我喝到什么东西，然后他擦了点什么东西，然后我喝到很多的细节是什么，然后我也会愿意再回来的，然后再去跟他们做讨论，然后跟一些交流，我觉得算是蛮不错的。